大家好，我现在在山西大同的浑源县，带大家看一个世界奇观——悬空寺。哇塞，这个寺庙啊，太厉害了！建在这个山崖上啊，悬空建立。看看这四周的环境啊，都是高山峡谷。这个寺建成已经1500年了啊，是公元400多年建的。很难想象古代人是怎么建在这个半山腰的啊！著名的悬空寺，到了跟前才能体会它的壮观啊！看这个下面有“壮观”2个字，这是李白游览以后题写的啊。大家看那个“壮”字旁边有一个点儿，那个就是李白登临这个悬空寺以后，在上面题写的时候，他特别害怕啊，手一抖，一滴墨滴滴在那里了。看这个，我现在在山脚下仰望，太壮观了。在这个山脚下看的真的好壮观啊！这个可以上去的啊，然后在那里排队，看那么多人排队啊，上去是100块钱门票。现在我去排队去。说话不能不要吗？哇，今天的人太多了，这里来了好几波旅行团。看现在排队的人啊，这边还有，从这里排到那个入口啊，差不多要1-2个小时啊。因为这个悬空寺，它现在限流呢，它是1500年前的木结构的这个寺庙，所以一次性进去的人是有限的，所以只出一个进一个。现在这么多人，也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啊！而且今天赶上旅行团了。算了，我就不去了，没那么多时间等他。下午还要去衡山呢，在这里看一下吧。它是靠这几个木头打桩打在下面支撑起来的，而且上面的这个山啊是拱出来的，它等于是凹在里面，下雨是淋不到它的。哇，真的很佩服古人啊，怎么在这山上面开凿的？可以看到这个悬空寺有上中下3层啊。它是儒释道3教融合的，而且这个地方它是，去五台山的必经之路啊。去五台山朝拜或者朝拜完回来，都会路过这里。然后在这个峡谷里面一抬头，看到这个悬空寺，你想想这个人的内心多震撼啊！看完这个，我真的有个疑问啊，就是古代的人为什么要在这儿建个寺庙，而为什么要建在这个半山腰啊？太多的未解之谜了。再看看这四周的环境，全是这么高的山，那边都是来的游客啊。今天游客不知道怎么了，特别多。现在是早上的10点多，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景区的人气啊！看这个游客，哇，超多的。对面河堤上还有这么多人啊！这里本来有一条河谷的，但是现在没有水了。然后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一定要早上来，早上阳光从那里照过来，正好照到这个寺庙。如果你下午来的话，这个太阳就转到山后面去了，就看不到阳光了啊。大家好，我现在在山西大同的浑源县，这里有著名的北岳衡山，还有一个悬空寺啊。这个县城离衡山非常近，旁边那个就是衡山。我们上午去了悬空寺，下午去衡山，现在先去浑源县城吃个饭啊。大同的饭特别好吃，今天吃点大同这边的特色菜啊。看我们今天选的这个餐馆，坐在炕上面吃，很有山西特色。看一下我们今天点的什么啊？一个油面窝窝，一个豆面闽尖儿，这个是浑源凉粉。浑源就是这个凉粉最有名，还炒了个豆角茄子啊，然后这个是黑豆窝窝头啊，再来一个沙棘汁，现炸的沙棘汁特别好吃。然后这个窝窝是蘸的这个羊肉汤吃啊，这个闽尖呢是舀上那个蘸上这个吃的。来尝一下凉粉吧妈，看这个凉粉啊。它上面是撒的大豆，好吃。
看着就有食欲啊！看看这个浑源的凉粉，浑源凉粉最有名了。平遥的这一桌子都是我们山西的特色菜啊！我们山西最好吃的就是平遥的牛肉，清徐的葡萄，浑源的凉粉啊，就是这个。看这个凉粉，很 Q 弹，太香了。然后就是这个油面窝窝啊，这个一定要趁热吃，这个凉的特别快。这个油面窝窝撒上羊肉汤啊，我妈尝一下啊，好吃吗妈？哎呀，好香啊！吃了一口还想再吃一口啊？真的可好吃了。那多吃点吧。你看这油面就是好。然后再喝一个我们山西的沙棘汁，来嘛，干杯！现榨三吉汁。还有就是这个豆面饼夹啊，这是用豆面做的。太香了。还有这个黑豆窝窝头，特别好吃啊，有一股豆香味儿。北岳衡山，这里是山西的大同啊。一会儿去坐那个缆车，坐缆车上山去。我曾经去过泰山，还有华山，这次来衡山啊。走，去坐缆车吧。上车，买好缆车的票了。票价是70块钱啊，上去70，下来又是70。然后，这次是我带我妈去啊。如果是我一个人，我就爬上去了。走吧。走了啊，一会儿下来的时候我就走下来了，你坐缆车下来。好。如果坐缆车是从这里一下就到了顶上了，如果你是爬山爬上去的话，要从这边往前走啊，走好长的路，看那个山路。我们去坐车了。这个是中转站，过去以后还有一个缆车。哇，这个就危险了，你看这个下面。我看一看就怕了呢。哇塞，从这中间就横过去了。这个不算，这个主要是没有山的，有山的。看看那边，这个索道最怕的是那个华山，那个华山的索道比这个还怕。那个悬崖特别高。坐缆车从那里上来，坐了10分钟啊，然后上到这个平台上，往这里看，哇，视线好开阔啊。下面就是浑源县城啊，一览无余。那个房子就像小蚂蚁一样啊。这里还可以爬到山顶去，但是现在这里拦起来了。那个山顶有一座亭子啊，那里的视线估计更好。现在从这边去那个衡山庙群啊，去这个衡山是道教的场所，去看看啊。现在到了分岔路了，这边可以横着走到那里，有很多寺庙可以去看啊，像那个半山腰那些很多寺庙。然后从这里就是上山的路，一直爬到那最顶上啊，长了很多松树那里。然后我妈去那边转一转啊，我要去爬山去了。那你去那边吧。走啊。1、2、3。好累呀，爬到这个半山腰了，衡中极天。前面有个小亭子，不知道是不是山顶啊。然后这里有一棵松树，哇，这个松树已经1000年了。看啊，这个松树就像一把雨伞一样撑开了。这山上非常多松树，如果是这上面有雾的话，就像仙境一样。可惜今天风比较大，没有雾啊。刚才下了缆车往山顶看的时候，看到一个亭子啊，以为那个亭子就是山顶了。现在走到亭子这里了，这里不是山顶啊，山顶还要往上走。
看这个路啊，还要往上爬好几分钟呢。10分钟哈，这个就是最后的路了啊！我先放无人机上去探探路啊，看难不难。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到了半山腰了，我估计那个就是底儿了啊！太累了，在这个半山腰，风景已经不一样了，看得更远了啊！那个小凉亭，看看刚才上来的地方，那个是起始的地方，那里是买票的地方，那个小湖泊那里是悬空寺。哇塞！继续往上走，哇！看到这个石碑啊，意味着爬到衡山的山顶了。这个山顶叫做天峰岭，海拔2016米，海拔高度虽然不高，但是爬上来非常的累啊。这个带大家看看这个山顶的风光啊。用了60。哦哦哦为自信，我永不怕夜航，都困倦，我自弹自唱。看到这个石碑啊，意味着爬到衡山的山顶了。这个山顶叫做天峰岭，海拔2016米，海拔高度虽然不高，但是爬上来非常的累啊。这个带大家看看这个山顶的风光啊。我转一圈，大家看看这个山顶有什么啊？慢慢往下流动。这是制高点了，这边就是浑源县城啊，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县城往北50-60公里就是大同了。这个山的山底就是悬空寺啊，这个就是刚才上来的路，就像一条天路一样啊，两边都是悬崖，这个没有栏杆的。那里是停车场，然后把车停到那里上来的。哇，那里好像有个天坑啊，一个鼓起来的，一个凹下去的，是个坑儿。山顶的人很少啊，看上来的人不多。这里还有一条路，现在过不去啊。那后面看不到是什么。现在是10月14号下午的4点，我要下山了啊。山顶上没有多少人，山顶上一点都不冷啊。我现在在衡山的迎客松这里，北岳衡山，衡中极天。跟大家说一下爬衡山的攻略吧。最开始坐车到那个停车场啊，就是那个地方，买票进来。如果你是坐缆车呢，直接从那里坐缆车坐到那里，缆车票是70块钱，但是缆车只能坐到那个半山腰，半山腰再爬到山顶需要50分钟左右啊。体力好的啊，体力慢一点的就1个多小时啊。那个是山顶。再说一下走路怎么上来啊？走路在那个地方买好票，然后买那个公交车票，就是这个公交车，从那里坐到这里，13块钱啊。你也可以徒步走上来，徒步走上来好几公里呢。然后坐这个大巴车到这里以后，就开始正式徒步了。沿着这个山路慢慢悠悠走上来吧，需要4个小时左右啊。半山腰上有个会仙府，这其实是个洞啊，
传说有30多个神仙在这里开会，也叫极仙洞。传说那个张国老就是在这里修炼成仙的，从这里飞升了，飞到天上去了。这个会仙庙就建在绝壁之上，看这个上面啊，我感觉这山上的石头要掉下来了。看那块石头，中间那么大的缝儿，这边地质不知道稳不稳定啊？这山上会不会掉石头下来？如果掉下来的话，就把这房子都砸烂了。你看这边的石头啊，全是这样子的。这个是衡山最危险的路啊，103级台阶，好陡啊，两边也没有栏杆，只有猴子才敢走啊。大家好，我现在在山西的大同，这里是大同的古城墙啊。哇塞，这个城墙修得太好了，现在还是免费参观啊。我带大家看一下，看这个上面多壮观啊，这么宽，好几辆车都可以并排走啊，12米宽。然后这个城墙高是16米，比西安的城墙还高2米啊。这城墙转一圈啊，一共是7.2公里。就是围着这个古城转一圈，这是城墙向内的一侧啊，看一下它向外的一侧，向外的一侧有这种放箭的这种凹凸造型啊，和这里面的是不一样的。看看这个外面是什么样啊？哇，是一个护城河，护城河过去才是城墙，城墙上每隔一段就修了一个城楼啊。然后在拐角的那个城楼是最大的。看啊，如果敌人要进攻的话，先得通过护城河，然后再通过城墙。城墙进来以后还有问城，太难了。这么坚固的城墙是谁修的呢？是明朝的开国大将徐达修的。徐达是朱元璋的拜把子兄弟啊，而且徐达的女儿就嫁给了这个大同的代王。这个代王是朱元璋的第13个儿子啊。刚才看的城外的护城河，现在看一下城内啊。这个就是中国9大古都之一，大同。中国古都，天下大同。那个是城内的制高点，那个楼啊，这里是大同华严寺的华严宝塔最高层啊，在这里可以俯瞰到整个大同的情况。这个宝塔顶上是这边的制高点啊，看一下大同的古城里面的情况。古城里面还是保留了这种老式的建筑，特别漂亮。那个那个蓝色的琉璃房顶，那个是代王府啊，它里面有一个九龙壁比较有名。那边是鼓楼啊，那个鼓楼位于这个古城的正中央。城中暮鼓嘛，每天晚上会敲鼓，整个古城内的居民都能听到那个声音啊。这边都是辽金时期的建筑，完整的保存下来了，规划特别整齐啊，建这么高，这是当时大同的制高点。在这边可以看到大同的古城墙啊，这个城墙也是后来修复的啊，听说，但是现在修的也是特别好。看看城墙内啊，城墙内都是这种保留的古代的建筑，城墙外面都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墙之隔，这个对比还是很明显。刚才我就是在这个塔的顶上拍的照片啊，这里是大同华严寺的华严宝塔，这个宝塔是辽代建的，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宝塔跟我们山西的应县木塔一样的啊，它是纯木打造的，然后是那个榫卯结构的。全塔没有用一根钉子，保存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大家看一下它的建筑风格啊，跟我们这个汉族的这种宝塔样子不一样，因为它是辽代契丹他们民族建的，少数民族，所以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大家好，我现在在大同的云冈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啊！我是第一次看这个石窟啊，这么近距离的看，还是非常震撼的。这个石窟特别大，那边还有好多窟呢啊，延续的有1公里长，一直沿着这个山崖建造，一直到那边还有啊，很多石窟。这个雕像是露在外面的，它这个石窟其实是这样的啊，这里有个门，上面有个窗户一样的东西，它这个雕像是在里面的，在洞里面的。这个雕像它露在外面是露天大佛，它其实以前也是有这个门的，后来地震的时候给震坏了。这个大佛就是云冈石窟的标志啊，很多宣传册啊、旅游视频啊，都是这个大佛。这个大佛的样子，它的面貌、服饰是按照当时的皇帝来修建的啊，就是皇帝化身成大佛，让大家来朝拜他。这边还有好几个大佛，都是按当时皇帝的样子来修建的，就是君权神化啊，由人变成神，让大家朝拜他。这就是建造大佛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借助佛教来统治人民，统治人的思想啊。说到这里，很多人就想知道这个石窟到底是谁建的啊？为什么要建这个石窟呢？这个石窟是北魏时期建的，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北魏是少数民族鲜卑族建立的，他们信那个拓跋，他们本来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过着骑马游牧、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但是随着他们慢慢强大，就逐渐征服了中原啊。然后第一个皇帝就把他们的首都从内蒙古的呼和浩特迁到了现在的大同，就是这个皇帝迁过来的啊。这个佛像就是按他的样子建造的，它叫做拓跋圭。修这个石窟是受到国家的支持的，当时皇帝出钱出力啊，所以是个国家行为，不然的话他不会修得这么高大这么整齐。然后他前后一共修了将近70年啊，然后在公元494年北魏迁都了，迁到洛阳了。然后他们迁都洛阳以后，又修建了洛阳的龙门石窟啊。所以洛阳龙门石窟和这个云冈石窟都是由这个王朝北魏王朝修建的。大家没想到他们是这种关系吧？但是这个云冈石窟是全部由这个鲜卑族北魏这个王朝修建的。洛阳龙门的石窟呢，只有30%左右是他们修建的，还有剩下的石窟都是隋朝啊、唐朝啊，其他各个朝代的都有修建。关于这个从大同为什么要迁都洛阳，还有一段故事啊，就是他们要对南发动战争啊，从大同到洛阳的话有1500公里，每次他们要往南打仗的时候，如果从这边准备好军队往南打，那么光这个路上啊，你这个吃住啊，这个舟马劳顿就要耗费很多人力物力，所以他们想迁到南边的洛阳，但是这边有很多保守势力的人，他们不同意啊，这些贵族。这个孝文帝为了首都南迁，就想了个办法嘛，他就假装要对南边打仗，他就把大部队往南边走，然后一直走到今天的洛阳。大部队呢就走不动了嘛，很多人就很疲惫很累了，这时候怎么能打仗呢？很多人就劝他说，我们别往南走了然后就在这里扎根留下吧。那孝文帝就顺势说在这里扎根也可以，但是你们要答应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把首都迁到这里以后就在这里定居了。然后就这样把首都迁过去了。他这样强行迁都到洛阳，其实留了个隐患，就是留在大同这边的人都是一些有权力的贵族，但是他思想保守嘛，那么他就和迁过去的这帮人分裂了，就是这个想法想不到一块去，所以他刚迁过去4年时间，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嘛。参观完云冈石窟了，最后总结一下吧，说一点自己的小感悟。这个北魏王朝从兴佛到灭佛到再度兴佛，修建这些石窟他经历了这么个过程。这个佛呢，在他们心中其实也只是个工具，利用它来统治人民，
利用它来神化自己的权利啊。所以我们来云冈石窟旅游参观的时候，你来这里看一看就可以了，了解一下这个历史故事啊，没有必要就是去磕头啊、参拜啊，然后往里丢钱啊这些行为。因为这些宗教啊，在皇帝的眼里，它就是一个利用的工具啊，它只是皇帝手中的一枚棋子啊。可惜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我现在到了大同的九龙壁，中国一共有3个九龙壁，一个是这个大同的，另外2个都在北京。北京是一个故宫的，一个北海公园的，但是这个大同的九龙壁是最大的，历史也是最悠久的啊。比北京那个还大。这个九龙壁是明朝朱元璋第13个儿子代王朱贵修建的。当时朱元璋得了天下，他把他20多个儿子都分到全国各地啊。朱棣分到北京，叫做燕王；这个朱贵分到大同，叫做代王。有一天，这个代王就去北京找他4哥玩，他4哥就是燕王朱棣啊，就是后来的明成祖。修故宫的那个皇帝，他去了北京，看到他哥哥家门前有一个这个九龙壁，他就当时把这个样子啊什么都记住了，然后图纸什么的他都记在心里了。等他从北京返回大同以后，他就决定要在这边也自己修一个。然后他老婆是朱元璋的结拜兄弟徐达的女儿，他老婆当时就给他说，我们要修一个比你哥哥更大的，比他高2尺、长2尺、宽2尺的这个九龙壁，要比他们规模更大。后来呢，就是这个九龙壁就修成了啊。这个朱贵被分到大同以后，他先是在大同的东北角修了他的代王府，就是现在那个绿色房顶的黄色琉璃瓦勾边的代王府。然后他又修了这个九龙壁。为什么修这个啊？就是显示他的威仪，耍威风的意思啊。这个代王其实是个纨绔子弟啊，大同本地人呢都叫他愣代王。他是个从小被父母宠坏的孩子啊，就是那种喜欢每天吃喝玩乐，什么正经事不干的那种人啊。然后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那种。而且他的脾气特别暴躁，看他心情啊，如果心情不好了，他就喜欢杀人取乐啊。就是这种爱好啊。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特别受马皇后的喜欢，就是朱元璋老婆马皇后啊。然后他就天天缠着马皇后，要他修这个九龙壁啊，修代王府啊，然后就说服了朱元璋拨款给他在这里修啊。这个九龙壁的前面有一个水池啊，现在没有水了，有水池的话就会倒影嘛，然后就更好看。这上面是9条龙啊，然后被分成5个小的格子，寓意着九五之尊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朱元璋多宠他这个儿子，这应该是皇帝才有的这个待遇啊。再说一点历史啊，后来到了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攻入大同以后，李自成呢就把这个代王府啊进去以后，把他们家全都杀了，然后在代王府住了6天，然后从这里开始进北京。后面历史大家就都知道了吧。李自成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就上吊去世了，然后李自成夺了天下。随后李自成呢又被多尔衮的清朝他们又被赶跑了。随后那个清朝啊，他们又占领这个大同，然后把大同整个都屠城了，这些房屋啊、什么建筑啊、人啊都毁于战火。但是这么多次的战争啊，唯一幸存的就是这个九龙壁，也是挺奇特的啊。大同也是一个久经战火考验的城市，所以这个九龙壁从建成到现在已经是600多年了。看一下啊，当时这个上面是有很多那种小的动物的那个琉璃瓦，但是现在你看很多都没有了。600多年啊，保存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这个九龙壁唯一的缺点啊，它就是单面的，它这个背面并没有。像北京的那个北海公园的，它是双面的，就是2面都有。